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足以改变我们学习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书《学习之道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乔西·维茨金 （Josh Waitzkin），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作家，而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都展现出非凡学习能力的传奇人物。乔西·维茨金9岁起便8次荣获全美象棋冠军，纵横西方棋坛10年后，改行研习太极拳，并连续21次荣获全美太极冠军及世界冠军头衔。他的经历就像是一部传奇的冒险小说，从象棋到太极，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，他却能一次次登顶，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而这本学习之道，就是他向我们揭开这神秘面纱的钥匙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像乔西·维茨金一样，在学习任何东西时都能迅速掌握精髓，轻松应对各种挑战，那将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啊！无论你是学生，在学海中苦苦挣扎，还是职场人士，面对不断更新的知识和技能要求，亦或是仅仅对某个兴趣爱好充满热情，渴望深入学习，这本书都将为你打开一扇通往高效学习的大门。它就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让我们在学习的旅程中不再迷茫。那么，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？为什么有些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样迅速，而自己却总是事倍功半？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迅速找到解决方案，而自己却常常陷入僵局？这些问题都能在学习之道中找到答案。划小圈，学习的精微艺术。划小圈是学习之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，它指的是我们将复杂的技能分解成一些最基础的单元，然后对这些基础单元进行专注的练习。简单来说，就像是在雕刻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试图雕刻出整体的轮廓，而是先精心雕琢每一个细小的部分。例如，在学习武术中一个复杂的踢腿动作时，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完整的练习整个动作，而是先专注于腿部的力量训练、关节的灵活性练习、脚步的移动方式等这些基础元素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，有一个认知负荷的概念。当我们面对一个过于复杂的学习任务时，大脑很容易超载，从而导致学习效率低下。而划小圈则有效地降低了认知负荷，它符合大脑的学习规律，即通过反复刺激和强化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来形成新的技能。当我们专注于基础单元时，每一次练习都在强化这些特定的神经通路，就像是在修建一条条坚固的信息高速公路。此外，这种方法还利用了大脑的组块化机制。我们将基础单元练习到一定程度后，大脑会自动将这些单元组合成更大的组块，从而更高效地处理复杂的信息。以学习弹钢琴为例，我们可以先花大量时间练习指法，比如每个手指的独立运动、不同的按键组合等。不要急于弹奏完整的曲子，而是将这些指法练习到成为一种本能反应，然后再逐步将这些指法组合起来，练习简单的音阶、和弦等，最后才开始尝试演奏完整的乐曲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，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，减少了错误的发生。而且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可以快速地定位到是哪一个基础单元出了问题，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。随着练习的深入，这些基础单元会逐渐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，使我们能够更加自如地运用所学技能。书中提到，学习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钻研微观的细节事物，从而来理解是什么促成了这些宏观上的问题，这正是对划小圈理念的精辟阐述。让时间慢下来的方法，沉浸在专注的心流之中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常常渴望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来掌握知识，而学习之道告诉我们，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时间在主观感受上变慢，那就是进入心流状态。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，那种全神贯注、投入忘我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会发生改变，感觉时间过得比平时慢。比如，一位画家在创作一幅作品时，当他完全沉浸在绘画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感觉只过了几分钟，但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。心流状态与大脑的神经活动密切相关。当我们高度专注于某项任务时，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会变得更加活跃，它负责我们的注意力、决策和自我控制等功能。同时，大脑会分泌出一些神经化学物质，如内啡肽、多巴胺等。这些物质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满足，进一步增强我们的专注力。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，在心流状态下，我们的大脑能够更有效地过滤掉无关的信息，只专注于与当前任务相关的信息。这就像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，我们戴上了一个特殊的耳机，只听到了我们想听的声音，从而使我们能够更高效地处理信息。要进入心流状态，首先要选择一项我们感兴趣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，然后创造一个安静、无干扰的环境。开始时，可以先进行一些简单的热身活动，比如回顾一下之前的学习内容，
或者做一些与任务相关的简单练习，接着逐渐增加任务的难度，同时保持高度的专注。例如，在学习编程时，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代码编写开始，然后慢慢挑战更复杂的编程问题。当我们遇到难题时，不要轻易放弃，而是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小目标，每完成一个小目标，都会给我们带来成就感，从而帮助我们维持心流状态。好处：进入心流状态后，我们的效率会大大提高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会感到时间过得飞快，而且学习体验更加愉快。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知识，更容易记住学习内容，并且在解决问题时能够发挥出更高的创造力。书中写道，当人们处于心流状态时，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与行动完全融为一体，头脑中别无他物，完全沉浸于正在做的事情。这种体验是学习中最宝贵的财富。3. 软区域拥抱学习中的干扰与挫折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干扰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。学习之道提出了软区域的概念，它指的是我们能够灵活地应对外界干扰和内心的情绪波动，将它们融入到我们的学习过程中，而不是被它们所左右。比如，在图书馆学习时，周围有人小声说话或者有轻微的噪音。如果我们处于软区域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干扰而烦躁不安，而是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继续专注于学习。我们的情绪和注意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当我们受到干扰或者遭遇挫折时，容易产生负面情绪，这些情绪会干扰我们的注意力。而软区域理论认为，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自己的心理韧性来改变这种状况。它涉及到一种认知重构的过程。我们将干扰和挫折视为学习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成长的机遇。当我们改变对他们的看法时，我们的大脑会重新评估这些情况，从而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。此外，软区域也与自我调节能力有关。我们需要学会在干扰和挫折面前快速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模式，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驾驶船只，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航向，以应对海浪的冲击。当遇到干扰时，我们可以先深呼吸几次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尝试将注意力重心集中在学习任务上。比如，如果周围有噪音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噪音是背景音乐，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。在面对挫折时，我们可以先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，看看是学习方法不对，还是对知识理解有误，然后制定一个改进计划，并鼓励自己继续前进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，比如我能行，这只是一个小问题，我可以解决它等。好处：培养软区域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加从容不迫。我们不会被外界的干扰和内心的情绪波动所困扰，从而能够持续地保持高效的学习状态。这种能力不仅在学习中有用，在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时也同样适用。书中提到，硬区域是脆弱的，它受到规则的束缚，会被任何冲击所粉碎；而软区域则富有弹性，它能够吸收冲击并转化为力量。这形象地说明了软区域的优势。4. 接纳，利用竞争，学习路上的强劲动力。竞争在学习和生活中无处不在。学习之道鼓励我们接纳并利用竞争，将其作为学习的动力。在竞争的环境中，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也能从对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例如，在学校的考试竞争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与同学的比较，发现自己在知识掌握上的薄弱环节，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。竞争可以激发我们的内在动机。当我们处于竞争状态时，我们的大脑会分泌肾上腺素，这会让我们更加警觉和专注。同时，竞争会激发我们的好胜心，这种好胜心会促使我们努力提升自己。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角度来看，人类有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倾向。在竞争环境中，我们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价值。当我们看到别人表现优秀时，我们会感到一种压力，这种压力可以转化为我们前进的动力。此外，竞争还可以提供反馈信息，我们可以从竞争对手的表现中了解到不同的学习方法和策略，从而拓宽我们的视野。在竞争环境中，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不要把竞争对手视为敌人，而是把他们当作伙伴。我们可以主动与优秀的竞争对手交流，学习他们的优点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竞争目标，不要好高骛远。比如，在参加体育比赛时，我们可以观察对手的训练方法和比赛策略，然后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改进。在学习上，我们可以参加一些学习小组或者竞赛活动，与其他同学一起学习和竞争。好处：利用竞争可以激发我们的潜力，让我们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进步。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，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。而且，通过竞争，我们可以结识更多优秀的人，拓宽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。书中指出，竞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潜能。这种潜能一旦被激发，将对我们的学习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。5. 让学习充满力量，建立积极的学习信念。
我们的学习信念对学习效果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学习之道强调要建立积极的学习信念，相信自己能够学好，相信学习是有价值的。这种积极的学习信念就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进。例如，一个学生如果相信自己在数学方面有天赋，并且认为学习数学对未来的发展很有帮助，那么他在学习数学时就会更加积极主动。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，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高，在面对困难任务时越倾向于付出努力并坚持不懈。积极的学习信念可以增强我们的自我效能感。当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时，我们就会更有信心去面对学习中的挑战。从动机理论的角度来看，积极的学习信念可以激发我们的内在动机。当我们认为学习是有价值的时，我们就会更加主动的去学习，而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或者完成任务。此外，积极的学习信念还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。我们会以一种更加乐观和开放的态度去看待学习中的问题，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可以回顾自己过去的学习经历，找出那些成功的经验，并从中总结出自己擅长的方面，以此来增强学习信念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些小目标，每完成一个小目标，都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更加有信心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要关注学习过程本身，而不是过分关注结果。比如，不要总是想着我一定要考满分，而是想着我要努力理解这些知识，享受学习的过程。我们还可以多与积极向上的同学交流，互相鼓励，共同进步。好处：建立积极的学习信念，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中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提高我们的学习动力和坚持性。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学习中的困难，更容易取得好成绩。而且，这种积极的学习信念会伴随我们一生，对我们的人生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。书中写道，信念是学习的灵魂，它决定了我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行动的方向。这种信念是我们学习之路上的指南针，指引着我们走向成功的彼岸。学习之道就像是一本学习宝典，它为我们揭示了学习的奥秘，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学习方法和技巧。通过对划小圈、进入心流状态、培养软区域、利用竞争以及建立积极的学习信念等这些核心内容的了解，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往高效学习的大门。回顾这本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过程，更是一种修炼自我的方式。它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，用行动去践行。每一个学习习惯的培养，每一种学习方法的运用，都将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现在，我想邀请大家行动起来，去阅读学习之道，去尝试书中的学习习惯和方法。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畏惧挑战，因为每一次的学习经历都是我们成长的机遇。相信自己，相信学习的力量，让我们踏上这学习的辉煌征程。记住，学习是一生的旅程，而学习之道将是陪伴我们在这条旅程上不断前行的忠实伙伴。让我们带着对知识的渴望，对自我提升的追求，去探索学习的无限可能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都能成为学习的主人，在各自的学习领域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学习之路或许充满艰辛，但当你掌握了这其中的奥秘，你会发现它是最值得你付出努力的宝藏。希望我们都能在学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，收获满满。